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，KK です。大家好，我是 KK。今次我哋由關西坐新幹線去到關東嘅橫濱，由新大阪站出發去到新橫濱車站，車程係2小時10分鐘。自由席同埋對號席票價分別係13,540同埋14,590日元。自由席通常喺車頭嗰幾卡，千祈唔好上錯車同埋坐錯位啊！坐錯對號席又俾人查飛發現嘅話呢，會被即場罰款嘅。到埗之後，大家可以喺同一個車站裏邊轉乘橫濱市營地下鐵或者 JR 東日本線出市區嘅。喺度順帶一提，喺關東地區呢，電梯嘅慢線呢喺左邊，而關西地區呢就啱啱好相反嘅。一離開車站呢，我哋就見到橫濱水手嘅廣告牌啦。佢哋嘅主場橫濱國際綜合競技場就喺距離車站大概15分鐘路程嘅地方。跟住我哋去攞車啦，步行8分鐘左右呢，就係 Nippon Rent-A-Car 嘅分店啦。我通常會喺官網上面訂車，因為車款嘅級數呢分得比較細緻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需要去揀。就算貨車同巴士都有得租㗎。不過有時少不免都會有機會租到一啲年紀比較大嘅車。不過即使年紀比較大嘅車，雖然喺租車公司使用率比較高，但係如果保養良好，唔影響駕駛安全，其實新同舊車分別都唔係好大嘅啫。但係最大嘅問題就可能會出喺車裏面 GPS 嘅導航系統啦。如果遇到一啲早期比較舊款嘅 GPS， 有機會連間公司都冇辦法 update， 導致例如地圖同埋現實路況唔同啦。輸入正確嘅地址同埋電話之後，都揾唔到目的地。遇到分岔路嘅時候，指示唔清楚，又或者唔係最快最近路線等等嘅問題。揸車嘅時候已經一直要注意路面嘅安全。如果仲要顧及其他嘅因素嘅話呢，的確會令人感到煩惱同埋腎上腺素分泌激增㗎。所以喺度都建議大家，如果要揸長途路線之前呢，都同時用 Google 地圖做參考。始終 Google 係運用大數據技術，綜合之前無數 user 同埋現實情況、客觀環境做數據分析，得出嘅路線同埋預計嘅時間都會比較準確嘅。我哋返到現場10分鐘裏面已經辦理好攞車手續啦。今次我租到嘅呢係 Honda 嘅 N-Box。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すね。我哋而家正式前往位於川崎市宮前區嘅電車巴士博物館。不過去之前呢，我都想趁機介紹一下我而家揸緊呢部658cc 嘅車仔。因為香港通街都係靚車，可能真係比較少機會接觸呢啲實用型嘅買餸車㗎。N-Box 屬於日本輕自動車 K 卡，自從2011年去到而家已經多次得到日本輕型車銷量冠軍㗎啦。跟住我哋睇下架車嘅內籠啊，標版採用雙環設計，配搭左邊嘅數位資訊屏幕，橫幅式嘅出風口，帶嚟更好嘅冷暖房效果。前面嘅置物空間可以擺車飛、太陽眼鏡同埋鏟子，而旁邊當然要有長途駕駛必備嘅飲品啦。N-Box 經濟實用作為佢嘅賣點。1公升油大概行到26公里，都算幾慳油㗎啦。由於配備 CVT 無段變速波箱，軚盤右邊就係加減波，而其他嘅掣呢就可以控制車裏面其他唔同嘅裝置。前置式嘅波棍令到前排嘅空間就更加大啦。另外架車嘅馬力呢就64匹，喺加速度上面係的確比較舒適少少嘅。但係如果適當利用 CVT 無段變速嘅加減波，架車慢慢咁穩定加速呢，其實駕駛表現都唔算太差㗎咋。另外安全性都十分之高，包括 VSA 車身動態穩定控制、EPS 軚盤動態修正輔助、車道偏離警示、車頭雷達障礙物碰撞預防系統等等。之後我哋一齊睇睇車廂嘅空間。架車嘅軸距超過2.5米，車身有1.8米高，所以後座非常之寬敞。如果將佢褪前，咁個尾箱就可以擺更加多嘢啦。呢一款車好適合2至3個人嘅自駕遊。尾箱可以放2個大篋 ，shopping 完嘅所有戰利品放晒上去都冇問題㗎。介紹完架 Honda N-Box 之後，我哋正式去博物館啦。唔揸車嘅朋友其實可以坐東急電鐵嘅田園都市線。嚟到宮崎台站落車，旁邊就係博物館嘅入口嚟㗎啦。去博物館途中可以見到區裏邊小朋友畫嘅畫，貼出嚟除咗可以表揚佢哋之外，又可以增加佢哋對社區嘅歸屬感，真係一舉兩得㗎。而家個 screen 上面 show 咗博物館嘅一啲資訊，如果揸車嚟嘅朋友呢，可以喺 GPS 裏邊輸入044-861-6787就揾到㗎啦。成人同埋小童嘅收費分別係200同埋100日元。我哋可以利用館裏邊呢一部售票機嚟買飛，就好似我哋香港有九巴仔一樣。
呢度就利用咗 Q 版嘅大細電車作為吉祥物，買飛嘅時候只需要睇圖去理解，好方便嘅咋。而除咗現金同埋 credit card 之外，都可以用日本嘅 IC 卡嚟買飛。IC 卡就好似香港嘅八達通同埋台灣嘅悠遊卡一樣，全國通用，可以用嚟搭車或者買嘢都得。館裏邊對電車巴士嘅硬件以至行業嘅營運，到唔同職員嘅日常工作都有詳細嘅介紹。200yen嘅入場費真係超值啊！今日我就專程帶咗一部1:119巴嘅富豪 B8L 嚟到呢度，而現場就有2部實物嘅巴士做展覽嘅。而家鏡頭見到嘅就係日野自動車 RB10。呢一款巴士喺1961年由日野汽車公司推出，亦係當時第一款喺地板下邊嘅後置引擎嘅巴士。而一對圓形嘅車頭燈就係佢嘅標誌。由於呢一款巴士一直都非常之受歡迎，其後呢就被製作成唔同顏色同埋唔同線路嘅模型出售啦。呢一塊展板介紹，其實巴士當初係有售票員噶。喺日本，佢哋被稱為車長，手掌個掌啊，會向乘客收取車費。睇下，只要佢攞啲飛出嚟，大家就要乖乖地俾錢噶啦。嗱，我哋就咁睇佢工作好似好簡單啊，但係要記得每一個乘客有冇買過飛，又要喺短短嘅行車時間裏邊完成工作，其實都唔容易噶。而佢其他嘅工作包括開門同埋閂門，維持乘客上落嘅時候嘅秩序。如果巴士去到電車道嘅時候，佢哋就要落車，行到去電車軌上邊視察下當時嘅交通情況，發現冇電車經過，冇危險，先至指揮巴士通過嘅。經常要咁走上走落，其實都幾辛苦噶。而家我哋就有電子屏幕報站啊，以前就要靠佢哋噶啦。如果遇到有乘客唔生性喺車裏邊食煙，仲要走埋去叫佢唔好食，真係少啲勇氣都唔得噶。始終唔係個個人都咁順攤噶嘛。你睇下佢仲照下咁個樣幾輕佻。而由1963至1973年，巴士服務陸續改為司機一個人兼任埋收銀嘅工作。從此之後，巴士上面就只有一個乘務員啦。返到現場，我哋可以喺車頭嘅呢個位置影相同埋體驗一下 RB10嘅駕駛室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睇在場嘅另外一部東急巴士。東急巴士其實係指以前用包車形式營運嘅巴士。喺2001年轉為正式線路嘅時候，東京同埋神奈川有16條線。Coach 其實類似我哋香港嘅豪華巴士。一齊睇睇巴士個內籠啊，啲位係比較闊啲、高身啲，當時嚟講係高級嘅設定嚟噶。而呢部巴士會提供模擬駕駛嘅體驗，喺排隊嘅時候可以睇下啲指引，了解下佢嘅操作先嘅。終於到我玩啦！我就好中意呢啲舊式嘅手掣同埋波棍啦。真係好耐冇坐過上巴士嘅司機位啦。好，開始。哇，咁快嘅！我直條越嚟越快喎！哇，掟彎啦！喂，完全就嚟失控咁滯喎！哇，完全轉唔切軚啊！哇，放下油先。喂，放油都冇反應嘅，完全都唔似揸緊巴士，我覺得似一個坐緊過山車多啲喎。咦，飛咗站啊！哇，左上角嗰個巴士仔好似喺度鬧緊我咁喎。好啦，而家放咗油之後，好似有啲改善啦。但係左上角個巴士仔都好似唔係好滿意啊！哇，我完全係重揼咁樣停站啊！而且而家係扭盡咗右軚嘅，好難玩啊！哇，後來適應咗之後呢，左上角個巴士仔先有翻啲笑容啫。雖然成隻 game 都係錄影帶啊，但係我認為呢都係十分值得去體驗。在場呢，除咗揸車之外呢，我哋可以用呢部機體驗一下巴士司機係點樣調校個 display 嘅。呢一個係巴士前邊同埋後邊個 display 嚟嘅，而車門旁邊個 display 呢係有站名嘅。試試輸入路線嘅 number 先。唔知入咩 number 好啊！不如我哋試下翻廠啦。搞掂啦！
我哋會睇到無論前後同埋車身嘅 display 都轉咗做回送噶啦。旁邊仲有一啲比較舊式係手絞形式嘅 display。日本巴士司機每一日嘅工作流程究竟係點嘅呢？我哋而家一齊探究一下。香港嘅巴士司機返工呢會分更嘅，原因係龐大嘅客運需求同埋服務時間比較長。而日本巴士嘅服務時刻通常就會分平日同埋假日兩種，服務時間比較短，而且班次係有嚴格嘅規定嘅，所以大部分司機都能夠以固定嘅時間返工。而佢哋嘅工作係會由清晨5點45分開始嘅。跟住落嚟，我會以短片嘅形式簡單介紹一下頭先展板上面關於司機工作嘅資訊，令我哋深入了解一下佢哋日常工作嘅流程。一早返到公司報到嘅時候，佢哋即刻就要進行酒精呼氣測試，檢查好嗰一日當間嘅班次之後，就攞車匙，然後就會去到巴士嗰度進行一系列嘅檢查工作。大家估下佢而家喺度做緊乜嘢？原來打開車頭嘅車牌嘅時候就會有個掣，個係一個手動嘅車門開關掣。除咗可以打開個車門之外，可以順手檢查下車門嘅開關係咪順暢，然後將前箱放入司機位旁邊嘅位置。車轆係行車嘅時候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，司機會用錘仔敲打車鈴上面嘅螺絲同埋車胎，去檢查係咪有鬆脫或者胎氣不足嘅情況。然後亦都會基本檢查下 engine 嘅部分，睇下水箱夠唔夠水，皮帶有冇老化或者鬆脫，亦都會拉條偈油尺出嚟睇睇偈油嗰個情況。嗱，我哋見到雖然係基本嘅檢查啦，但係其實佢都做得好認真㗎。之後檢查完就可以返去同站長報告啦。出發之前仲要檢查下車上面嘅燈，然後視察下車廂內部嘅情況，試下車門個 sensor 有冇反應，必要時仲要掃埋車裏邊嘅垃圾先至可以開工㗎。最後就要檢查下司機位所有嘅部件。大家千祈唔好覺得奇怪啊！喺日本呢，無論巴士同埋電車，司機都會不斷手指指，然後喺度講嘢，提醒自己成個嘅工作流程。最後就終於可以出發開工㗎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一啲巴士嘅冷知識。巴士上面究竟有幾多塊鏡嘅呢？答案係9塊，方便司機停站、轉彎同埋褪車嘅時候做安全嘅確認。如果個 screen 顯示緊急事態發生，究竟個巴士發生緊咩事呢？你唔好理人發生啲咩事啦，幫手報警嗌啦。普通私家車嘅駕駛執照究竟可唔可以揸巴士嘅呢？用常識估都知道唔得啦，係嘛？喺日本要有大2類車牌先至可以駕駛巴士㗎。博物館除咗巴士部分之外，仲有鐵路嘅部分，會喺下一條片同大家分享㗎。請各位密切留意。請問大家有冇試過回想自己過去嗰3年或者5年，有冇做過令自己有成功感或者具有 milestone 意義嘅事呢？能唔能夠清楚咁講出係邊一年，為咗邊個或者為咗啲乜嘢而做？如果有，你一定係一個有目標而且過得充實、生活有意義嘅人。如果冇，你有冇曾經試過覺得生活刻板又重複，甚至迷失咗自我同埋方向呢？試下聆聽一下自己嘅內心，為自己揾出路。人生其實喺我哋離開 comfort zone 嗰一刻，先至係真正嘅開始。以上係今次影片分享嘅全部內容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係 KK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